俄罗斯公布伤亡数字，普京讲话宣布局部动员。此时发起乌克兰4州公投，对谁有利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昨天早上一上班呢，就发现俄罗斯那边有几个大动静，然后到下班的时间呢，就看见有网友催我催更啊，说俄罗斯都开始局部动员了，你还说什么潜艇学鲸鱼聊天？没办法，出差在外也得下班之后才能回酒店写稿子，然后再把视频发给后期，后期编辑再加视频做字幕写标题，到了标题这个环节，基本呢还要跟某个工作人员固定要吵一架。所以你们要是觉得哪个标题不好听，肯定不是我干的。言归正传啊，既然俄罗斯出了这么大动静，这事儿肯定得谈呢。9月初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在哈尔科夫以南，就在伊久姆附近丢掉大范围控制区域之后，普京会考虑用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乌克兰，以继续维持俄罗斯的强大形象。以前在桌面上放的赌注太多了，而且赌注越多，人就越输不起的。实际上呢，普京这次已经用实际行动让我们看到了答案，而且呢，他用的还是一套组合拳。首先，俄罗斯这次让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还有赫尔松进行全民公投，决定这4个地方是否要加入俄罗斯版图。然后呢，克里姆林宫就表示对公投全力支持，而前往基辅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情感倾向基辅的人，不能参加公投。所以这公投的结果嘛，你猜，你猜，你再猜，我相信你一定能猜对的。再有就是呢，俄罗斯公布开战以来，说已经有5000多人阵亡，而且普京呢还刚刚发表讲话，说要开始局部动员，征召30万有经验的预备人员，军工厂要转入战时状态，开始全力生产。Поддержать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частичн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再有呢，法律方面要同步跟上，要保障战时的战场纪律、后方的秩序，避免出现混乱，还要放开外国志愿者参加俄军，并且呢，可以让他们拥有俄罗斯国籍。对于这一系列行动，我看到有些媒体认为这是普京拿出了让西方害怕的招数，所以西方才坚决反对的。我觉得呢，还真不能把反对简单等同于害怕，因为美国很多行动我们也反对，这俩概念要是混在一起，那我们很多反对态度也没法解释了。我倒是觉得俄罗斯的行动会给乌克兰、给欧洲增加不少压力，但是呢，这是个双刃剑，这个压力同时也是在棋盘上给俄罗斯解了一口气。首先，俄罗斯以前表示是不贪图乌克兰领土的，让卢甘斯克还有顿涅茨克独立。这次呢，又发起了4个地区的入俄表决，这对俄罗斯的外交形象是非常不利的。毕竟用这种方式去扩大领土，中国也一致反对。中国现在都拒绝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而且大国通过军事力量让几个州搞公投就决定独立或者是并入其他国家，特别容易让我们想到新疆、西藏、蒙古还有这个台湾。如果有人也借助外部势力在那个地方搞公投，那我们怎么办呢？法理上是给我们添乱了。所以今天中国外交部还表态说，这个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是一贯的。既然说一贯，意思就是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维护联合国宪章，这个态度是没有变的。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讲呢，现在是喜忧参半。俄军增加30万兵力，意味着可以把这些人填充到全国各地，然后把现役部队置换出来投入战场，这就是给西方的压力了。但是仅仅5000多人阵亡，就能让俄军损失这么大的控制区，还能让普京发布局部动员令，可能说明啊，要么就是这个阵亡数字严重缩水了，要么就是普京对俄罗斯的这个军队战斗力已经很不放心。甚至呢，把乌克兰4州纳入俄罗斯版图，都有可能是为了方便俄罗斯在这4个州大量征集人员，并且呢，很多义务兵也可以投战场。因为以前义务兵不让出国嘛，现在这个4个州如果算是俄罗斯的国内，那就不算出国作战了，义务兵就能上战场了。但是义务兵上战场，这是一个大量淘汰生命的过程，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些个年轻的1年的义务兵大量伤亡，反而会造成后勤的巨大压力和对士气的巨大破坏，这一点美国是乐见的。而且那个斯特列科夫已经抱怨说，现在局部动员有点晚了，为什么战前不动员？而且最关键一点，对美国来讲啊，普京此举的后果会让北约当中一些反俄不坚决的国家，比如德国，也不得不坚决，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凝聚北约。所以局部动员之后，如果俄罗斯还不能够短期之内取得大的胜利，这个情况对俄罗斯反而是不妙。
所以不排除他会进一步进行总动员，把更多的人力送上战场。但是以前战斗中发现的装备落后、军兵种基本没有配合这些问题，恐怕也是冰冻三尺，不是靠动员就能改变的。